缉毒组在不久前发现有人利用邮递方式进行运毒。根据线报，在今年的6月2日，根据邮件上的地址，在被告家中发现一个藏有大约1公斤可卡因的包裹，于是当场拘捕疑犯王月，也就是法庭上的起诉被告。控方决定以运毒和贩卖毒品罪起诉被告。毒品是不是从被告家中搜到的？是，法官大人，起诉书上已经写得很清楚。被告，你是否认罪？法官大人，我代表我的当事人承认控罪。不会的，我的儿子很老实的，他不会碰毒品的。法官大人，我的当事人因为贪婪所以犯罪，但鉴于他是初犯并患有轻度智障，所以才做出这个愚蠢的行为，希望法庭可以予以轻判。被告，你确定认罪？法官大人，被告已经签署了书面认罪书。那是不是我不可以当面听到被告亲自回应这个问题？被告，你知不知道1公斤的可卡因值多少钱？3000。以市价来算，1公斤的可卡因值80万。法官大人，正如刚才所说，被告已经签署了书面认罪书。我现在想请证人回答我一个问题。黄昭警官，呈堂证物的毒品是不是你从被告家里完整的搜出来的？法官大人，没错，所有毒品都是从被告家里搜到的。如果这批毒品是完整的从被告家里搜出的话，为什么这些毒品的包装上面沾满了泥沙，还有杂草呢？被告，我现在问你一些问题，你想清楚再回答我。当天那个包裹是不是你亲自签收的？你家的地址有没有被其他人使用？警察拘捕你的时候，你是在自己家里，还是在外面呢？他们跟我说，他们跟你说什么都不重要。在法庭上面，我只需要听真话，也只有真话，才可以帮到你。对呀，说真话。不是我签收的，我表哥经常寄一些包裹到我家里，我那时候准备上班，他们就冲进来抓了我，我在家里。被告，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确定承认你的控罪？我没有贩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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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贩毒。
本席认为，本案存在着3个重大疑点。第一，包裹不是被告人亲自签收。第二，毒品也不是在被告家里找到，否则毒品包装上面不会残留这么多杂草和泥沙。第三，被告根本不知道毒品的价值，而他的银行账户里也没有发现大额存款。至于被告为什么承认一些他自己没做过的事，很明显大家看到，无论他的智商还是他的学历，都在大家之下，但他有最可贵的本性，就是诚实。法官大人，我也是根据警方的证据和认罪的口供才提出起诉的。法官大人，我一开始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，收到的指令就是帮当事人认罪和求情。鉴于起诉的内容与事实不符，也基于合理的疑点，利益归于被告，本席宣判被告王月无罪，当庭释放。多谢，多谢。没事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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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儿子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谢谢法官，谢谢法官。黄警官，什么事啊，法官大人？当警察多久？13年了。我想你回去想一想，当天你穿着制服毕业的时候所做出的誓言，别因为时间久了就忘记了初衷。师傅，多问。刚才真的太过分了，控辩双方都这么不负责任。你说，那份认罪书是怎么签下来的？你说呢？这还用说？肯定是。记住你律师的身份，凡事讲证据。不好意思，秦法官，你们暂时不可以回办公室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在你办公室发现了可疑物品，怀疑是炸弹，拆弹专家正在处理。那辛苦你们了。你一点都不意外？我坐上法官这个位子，判了这么多人坐牢，有多少人想我死，我也数不清了。Madam， 是假的。敢恐吓你的，看来只有一个人，而且不是第一次了。备受社会关注的韩奎龙严重伤人、意图谋杀案件即将开审。韩奎龙乃韩氏集团创始人。20年前，他参与虎岩木棚区重建，之后在该区经营地产和赌厅生意而发迹。曾有传言称，韩奎龙幕后操控犯罪集团，在合法的赌厅业务背后赚取非法利益，并参与高利贷、勒索保护费及贩毒等犯罪活动。韩奎龙更被怀疑策划多宗袭击政府公职人员的严重案件，但最后都因各种原因而脱罪。今日，他再次因犯下刑事罪行而被起诉。案件由以公正无私著称的法官秦玉主审。鉴于韩奎龙这次被捕的第2天，原本负责本案的外籍检控官和他太太被杀手袭击受伤，所以秦法官自从开始审理韩奎龙案件后，一直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下，直到今日开庭才公开露面。
报告指挥中心，秦玉在侧门安全下车。韩奎龙一案到底能否入罪？好港的法治和秩序又能否得以捍卫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被告韩奎龙现以严重伤人及意图谋杀罪进行起诉。开庭。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我怀疑是韩奎龙做的。魏师傅，你想一想啊，你判了他12年啊，黑社会老大啊，肯定会报复你的。先别提韩奎龙了，他黑白分明，一眼就能看穿。有些人，你根本看不透，不知道是人还是鬼。要么跟他们同流合污，要么傻傻的被他们利用。这些都是上课学不到的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为什么要后悔？实现社会正义是律师应该做的嘛。开车专心点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我打听到是谁跟你竞争法院院长的位置了？随便吧，管他谁。是那个卢法官啊。不过他真的很狡猾。有一次我去听审，看见他引用司法程序错误逼走检控官，还撤销了对被告的控罪呢。其实我参选就是不希望妥协文化影响了法治精神。法院院长这个职位对品格有更高标准的要求，我相信没有人能比得上我们最公正无私的秦玉法官。小心开车。师傅，拜拜。拜拜。老公，找到了。
一伟，你不是说今天有校际篮球比赛，要去当啦啦队吗？不想去。你饿了吗？我不饿。都是成年人了，你衣服到处乱扔。为什么鞋底会有血迹啊？你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不是我的鞋。那是谁的？你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想去看妈妈，所以早上看到你没有开车上班，就开了你的车出去。你才刚拿驾照，就开车出去？不是说好了我先陪你熟悉一下吗？怎么就……喂，你撞到人了，那些血是伤者的。我没看到那辆摩托车，我当时在最左边的慢车道，我的注意力全放在右边，没想到那辆摩托车会突然从左边超车。就是你撞到了摩托车，然后怎么样了？然后我跑下车看他，之后怎么样？我很害怕，然后哮喘发作。我问你撞到伤者，他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他没有站起来？我不知道。他是不是死了？他当时还能动，后来怎样我不知道。对不起，完全是个意外。也就是你开车撞到了摩托车，然后你没有管他，把他扔在街上，之后你自己跑了。我带你去自首，你长大了，你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。来，不要，不要报警。OK， 你先听我说，如果你现在去自首，你是实习驾照，你又有哮喘，加上你家里最近发生的事，你是说妈妈的事？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。况且你没有案底，法官有可能轻判的。如果你等警察上门抓你的话，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了。那我是不是要坐牢啊？那就要看你撞的人是生是死，不要问这些。你不是法官吗？法官了不起啊！法官是不是就能撞死人呢？现在是你肇事逃逸。我们去自首。啊！记住，一会儿不要多嘴，但你要说事实。人家没有问的，你就不要主动陈述。你就说，当时你在开车，突然哮喘发作，你很怕很紧张，喘不过气，所以才发生这个交通意外。后面的事，我再想办法。那我要坐多久了？暂时先别说这些，好不好？不用怕，儿子。在法理上，你虽然有错，但情有可原。我先进去跟他们说一声，你在车上等我，自己冷静一下啊，不要怕。
哎，秦法官又来找唐督察。对。他在2楼。Madam， 大案子。怎么了？中午肇事逃逸案件的摩托车伤者身份确认了，韩奎龙的大儿子韩刚，抢救中，不知道能不能救活。马上封锁消息，别让媒体知道伤者就是韩刚，能拖多久是多久。还有，找人盯着韩奎龙，很快会有人向他通风报信。Yes, Madam。喂，马上开车离开警署，在附近等我。啊！也尽量不要被人发现。啊！钱法官。啊！你找我啊？一会儿打给你。我。是一维。本来我打算去接他，谁知道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，发现我的车不见了。你的车不见了？被人偷了？如果你忙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我明天再找你。确实有事发生，不过我们正在处理。但是你一个法官被人偷了车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想可能是普通偷车案而已，没那么复杂。只要是你钱法官的事，不管大小，我都会亲自负责。去我办公室。来。这里不能停车，是警车专用位。我刚刚才拿到驾照，你给我一点时间 ，sorry。怎么不贴实习标志？你自己开过来的？我爸开过来的。他在里面。今天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现车被偷了？大概早上10点左右，我走出门口。那辆车当时还在，但是我下午回来，车就不见了。为什么你今天没有开车上班？因为我发现车检到期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开。回来的时候也是周洛文送我回来的，就是今天在法院你看到在我身边那位。是他，怀疑爆炸案。今天几个大案子搞得我头都晕了。是吗？什么事？喂，别挡路，你先下来，我帮你挪车。记得跟你爸说，新手一定要贴实习标志，不然你一个人不能开车的，明白吗？交通意外，肇事逃逸，车祸后不顾而去。严不严重？被车撞伤的是韩奎龙的儿子韩刚。韩奎龙的儿子韩刚。自从韩奎龙入狱之后，旧城帮的七长荣就蠢蠢欲动，但他没有想到韩奎龙的儿子韩刚比韩奎龙更狠，所以他一点好处都没捞到。这次这件事被撞的是韩刚，背后谁最有动机，大家一目了然。如果两个帮派真的厮杀起来，不知道会死多少人。那个伤者现在情况严重吗？钱大法官，说不定这个案子早晚要交给你审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好。
不是叫你离开警署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刚才引擎突然熄火，然后警察说我挡住了前面的车，引擎又没反应，他就把我的车停在这里了。还有，他说我没贴实习标志，然后登记了车牌。谁呀？刚才从你旁边经过的那个人。哎，周三，帮我看看我的车，有点不正常，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开出去撞到了。启动吗？什么时候启动？不是要自首吗？现在自首没有用了，被你撞伤的人是韩奎龙的大儿子韩刚，严重伤人，意图谋杀。我判了韩奎龙12年。如果让他知道你撞伤他儿子，你进去之后就别想出来了，要不就用你来折磨我。龙哥，什么事？有个坏消息。讲。你大儿子韩刚被车撞伤，正在医院抢救。生还是死？情况危急，已经找了最好的医生。我问你是生还是死？要等他做完手术才知道。谁干的？暂时不知道，凶手逃走了。我要见我儿子。龙哥，这个恐怕有点难。你知道要怎么？一定要见我儿子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你做不了主是吧？找能做主的来，去。今天早上大概10点左右，你照常坐巴士去学校，但是你突然发现你哮喘发作，于是你在公园那站下车。你休息一会儿，并没有好转，所以你没有去学校，你回家了。你回家的时候，大概12点左右，发现车已经不在了。你以为我开走了，所以没有在意，其实是因为车没有做年检，我叫了法院的车来接我，直到下午我回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车不见了。记住我说的每一句话。你定性的。一会儿我出门之后，不要跟任何人接触，知道吗？
阿贵，是我秦玉。我没想到是你。是这样的，最近卖了一批私烟，原来被水泡过，钱我已经赔过了，我怕他们来会找我麻烦，所以保护一下自己。你找我有事啊？是，我有件事想你帮忙，不知道能不能尽快帮我把车处理掉。尽快处理掉？是我理解那种。自从把韩奎龙判刑之后，总遇到麻烦。车是谁的？因为有些事我不方便出面，所以才找你帮忙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会帮你处理好。OK。哎，你好。秦法官找我聊几句，没事的。进来聊吧，到处都是戚长荣的人，很碍眼。吃过饭了吗？叫阿宝过来找我，我有一些事找他帮忙。阿威经常说，他有一个小学同学是做法官的。当年，阿威他在警队里面被人栽赃嫁祸，幸好有秦法官你来帮他主持公道，还他一个清白。所以真的很感激你救了他。其实当年的案子，是因为证据不足而已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不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才帮我的，他只是不想坏了他秦法官从不枉判的名声而已。哪有人这么说话的？虽然阿威最后还是被警队革职，外面黑白两道又针对他，很难谋生。不管怎么样，我很感恩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。一家人能够在一起是很重要的。妈妈要睡觉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们睡觉。那好吧，你们慢慢聊。来，好，睡觉。早点睡啊。阿宝来了，车钥匙。好。舅舅，你老妈有没有唠叨你啊？最近钱够用吗？老二、老三要交学费，老四还要买奶粉，钱永远都不够用的。拿去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能赚。我提醒过你很多次了，别跟着齐长荣的手下混。嗨，跟谁都无所谓，能赚钱就行。错一次就害你一辈子。你要赚钱呢，就来找我，至少我会罩着你。干嘛？帮我把车拆了，就当赚了这笔钱。就这，太简单了。车钥匙呢？车要拆，就是不想要麻烦，也不想让人知道。那行，舅舅你说了算。行不行啊？喂，你行不行啊？开了。
忙了一天，先吃点东西吧。老爸知道了吗？罗强去通知龙哥。每个口也吃一点。老爸在坐牢，家里的生意全靠大哥在管理，结果出了这种事，老爸肯定头疼了。如果出事的人是我，可能会简单一些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们两个都是龙哥的儿子，谁出事他都不想的。灵异，队长，刚少怎么样？做了手术，但情况并不乐观。我爸怎么说？龙爷说，把好岗翻个遍，也要找到那个家伙。截止目前，伤者的身份仍未确认，警方也拒绝透露更多相关信息，只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，有最新情况，晚间新闻会持续报道。一位，爸爸，我在等你回来。放心，我处理好了。爸爸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我会承担后果。快去睡吧，睡醒明天就没事了。就是这里。乱动！哎，这里交给我。别乱动！开灯。喂，早，秦法官，没吵醒你吧？没关系，请说。你的尸车已经找到了。因為何是因？就如烈火燒光每個可能，果無餘力去追問，心裂痕在心，伴隨熱火追身去困，不知火燒翻過餘音，埋沒對錯更不忍。心眼被煙燻，纏在鬥爭光與暗，察覺相近，遮蓋是非心，被良善責問，是誰斷懲罰與正義，而遺憾得諷刺，自問自答參不透暗示，
望着平定人意，但磨蝕理智，退到腳邊深淵正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，回頭路剎不住，落日命理空空更詫異。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，但望來心在淌血。望着平定人意，但磨蝕理智，退到腳邊深淵正注視。為何在沉默不可以，回頭路剎不住，落日命理空空更詫異。漫長路建立好日子啱知，但望來心在淌血。